金转全球，我是吴彩宁。全球金融市场的资金大逃杀越演越烈，上一周的黑色星期五不是最惨的。全球股市在今天上演了血色星期一，很多观众朋友今天可能根本就无心上班，不是因为我们的羽球国手在巴黎奥运摘下了金牌，而是因为台股在今天一早开盘就一泻千里，台积电甚至一度跌停，恐慌的投资人挤爆了券商的交易平台，导致下单的系统大宕机。而这一波全球股灾爆发的原因，金转全球在7月25号台股因为凯米台风休市的期间就讨论过了。从整个亚太股市在今天杀声震天，但是亚币却没有贬值，反而跟着日元一起走升，就知道股灾的原因出在利差交易平仓。以日元为核心的利差交易平仓潮，再加上市场质疑联准会再度看错了形势，担心美国经济衰退的恐慌避险浪潮，在全球市场掀起了完美的风暴。而股神巴菲特名下的波克夏公司呢，周末就表示，他们在第二季已经把苹果的持股大砍了接近一半，而且公司的现金部位达到了历史新高，完美的躲过了这一波因为 AI 热潮退烧以及恐慌避险潮所引爆的科技股跌势。很显然，姜还是老的辣。日股、韩股今天都比台股跌得更惨，日股大盘暴跌超过了1成，日经225指数单日就崩跌了4451点，超越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股灾记录，同时也迈入了熊市，从7月份的高点拉回了2成以上。韩股也从7月份的高点回跌了15%，步入修正。而台股中场下跌了1800多点，跌破了2万点的大关。在日股的领跌之下呢，亚太股市的跌势很凶猛。追踪区域市场表现的 MSCI 亚太指数，短短11个交易日就已经从7月份创下的高点大跌了1成以上，落入了修正。而且光是过去2个交易日就接连跌破了50日、100日还有200日的移动均线，这就代表这一波跌势在短期之内是很难平息的。而上周五，美国公布了失业率飙升到近3年来的新高，触发了一个经济衰退的领先指标萨姆法则，刺激了资金涌向避险，也进一步加剧了利差交易平仓潮。所谓的萨姆法则，就是失业率的3个月移动平均值比前12个月的低点上升至少了0.5个百分点，现在这个指标已经来到了0.53%。就业的数据出乎意料的疲软，让华尔街担心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就增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他甚至建议联准会应该要紧急降息。而芝商所的利率期货工具就显示，现在市场对于9月份降息的预期大增，并且认为降息2码的几率超过了80%。联准会在今年只剩下了3次决策例会，但是市场很明显的觉得9月份降息2码还是不够，预期11月的例会也会降息2码的几率超过了60%，而且认为12月还会再度降息1码，这就代表整个市场预期呢，到今年年底联准会会降息多达5码，跟上周五就业报告公布之前的预测差别非常的大。那坏消息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 ，AI 的概念股呢，之前的涨势非常的凶猛，但是最近就成为投资人的沙盘重点了。偏偏这个时候又传出了重大的利空。美国的媒体爆料，辉达原定今年第3季量产、第4季出货的下一代 AI 晶片平台 Blackwell， 因为设计瑕疵要延后出货3个月以上。那公司已经通知了受到影响的客户，包括了微软、Meta 还有 Google， 所以呢，有部分客户要在明年第1季部署 Blackwell 的计划，恐怕都会受到影响。台湾的 AI 概念股，除了帮辉达代工的台积电一度跌停又打开，其他包括了鸿海、广达还有台达电，在午盘之后都是跌停锁死。美国媒体日前才惊爆 AI 巨擘辉达收购新创公司 Run AI， 恐怕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但没几天又一桩负面消息。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辉达晶片和伺服器硬体生产延宕，规模恐怕震荡华尔街。NVIDIA and its technology, and honestly, from what we're seeing, it's that demand is so high, we're not sure NVIDIA can even keep up. This, whenever we break this down for
for leaders, I think AMD could be a close or a second. 就怕给对手机会，因为持交的是辉达最炙手可热的 Blackwell 系列晶片。The Information 根据2名知情人士指出 ，Blackwell 因为设计缺陷，必须延期至少3个月才能交货。这一乱恐怕影响 Meta、Google 和微软这些已经订购数百亿美元的客户。We see this as continuing into perpetuity, as you mentioned, but I think that there certainly, obviously, is risk near term for some market weakness at large that may make NVIDIA shares a bit volatile in the near term. 辉达过去6个月内股价狂泻，跌掉的市值超过一家特斯拉，而且报道还提到延迟缴货的情况，恐怕让辉达到明年第1季前都无法大量出货，对股价又是一大打击。经新闻综合报道。好，刚刚有提到全球股市的其中一个利空呢，就是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是远远低于预期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数据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警讯呢？大家要知道，美国就业市场是冷是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每个月初公布的就业报告，尤其是报告当中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那旁边的柱状图呢，就是最近几个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来说是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在去年12月的时候，新增的人数还接近了30万人，但之后呢，这个长条柱就越来越短了。只有今年的3月份跟4月份情况是比较特别的，出现了异常大增还有大减的情况。而针对7月份的数据呢，外界原本预期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会接近18万人，结果实际的数据竟然只有11.4万人，远远不如预期。那原本6月份的数据也从20万人以上一口气下修到低于18万人。就业成长是明显的放缓，使得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而联准会可能再度误判情势的忧虑情绪，顿时就大幅度的上升了。那美国在高利率的影响之下，商用不动产 CRE 市场的景气一直都是非常的低迷的，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即将要触底的迹象。现在怕的就是说呢，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那这就会为 CRE 市场带来另外一个重大的利空。我们刚刚说，美国 CRE 市场有景气触底的现象，是因为银行业者他们扣押的 CRE 价值最近是明显的增加了。我旁边这一条蓝色的线呢，就是银行每一季扣押的 CRE 价值从2007年以来的变化。可以看到呢，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扣押的规模是快速的增加，最高曾经来到一季将近470亿美元，之后又开始下滑。不过到了最近几季呢，银行扣押的 CRE 上升速度又开始加快了。今年第2季的金额来到了200多亿美元，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银行的业者原本都一直不愿意扣押 CRE 来做法拍，因为他们不想要承担衍生出来的相关费用还有损失。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呢，扣押行为大幅度的增加，通常代表市场即将触底，所以才会有人乐观的预期，美国的 CRE 市场景气呢，目前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谈完了 CRE 整体市场的景气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所有的商用不动产当中，目前到底有哪些市况是比较不理想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商用房贷担保证券，也就是所谓的 CMBS， 他们违约的情况。这些证券呢，其实就是包装成证券的房贷。我们先看一下整体违约率的变化，你可以发现呢，过去这1年来上升的速度是相当的缓慢的。最新7月份的数据大约是5.4%。接下来我们来看各大类别商用不动产的贷款违约率。目前违约问题最为严重的就是办公室了。最新的 CMBS 违约率已经突破了8%，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除了反映高利率的冲击之外，也凸显了疫后工作形态改变，还有办公室需求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排在办公室后面的是零售，还有旅宿房地产，违约率呢都在6.1%的附近。不过他们的违约率跟1年前相比呢，一个是出现下滑的，另外一个只有小幅度的上升，不像办公室的违约率有大幅度的走高了。那违约率相对比较低的有多户型的公寓，还有工业不动产，就是黄色跟绿色的线哦。其中工业不动产不到1%，那多户型公寓大约是2.6%。
6%左右。从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商用不动产市场最大的拖累其实是来自办公室。好，美国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高，再加上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助长了避险的需求，使得美国公债的价格最近是明显的上涨了。跟价格走势相反的殖利率是快速的回落。而针对美债的后市还有投资布局的策略，我们今天请到了安联投信海外投资首席徐家豪来为大家进行解析。首席您好，联准会主席鲍尔已经公开的表示，9月份可能开始要降息了。那后面随着美国的就业还有其他的经济数据出乎意料的低迷，让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更加强烈了。但是同时也有人担心美国财政赤字的问题会对美债的行情不利。想要请教，首先你怎么看这2个因素对于美债的影响？我想，当我们每次在讨论美债的时候，一边谈的是这个货币政策，一边谈的是财政赤字的时候，其实我这边提一下哈，我们在讨论它的影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时间错位的讨论。为什么讲到时间错位的讨论？其实财政政策更偏向于长期结构的改变，因为我们很清楚，财政我不可能是今年财政5%，明年突然变个10%，这个基本上发生性并不太大。那相反的，货币政策是比较一个短期循环性的一个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联准会每年的开会有8次，大概1季里面就有2次的开会，所以这个在周期性来讲，这一季里面的2次开会可能就变得很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过去几个月里面，联准会在开会的降息幅度上就做了2次的调整。好，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说，这是长期跟短期的一个因素的一个考量。那对于我们在看整个市场而言，其实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看长期跟短期，其实短期因素可能会影响大一点。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想，我们都知道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你都知道说你未来会负担更高的房贷利率。但是今天如果发了一笔年终奖金，你会不会高兴？你会不会增加你的消费？还是会，因为你短时间你拿到一个 bonus 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做一个消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来到相同的道理。当我知道长期我的债务可能会增加的时候，可是短期可能面临到降息，所以市场还是会兴奋这个降息所带来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债殖利率在短期来讲，还是会因为这个降息的带动而把美债殖利率往下走这个是会存在，只是在于说这个降息的频率跟这个幅度可能会决定说我们在看下一波美债殖利率到底能够走到多低。如果整个联准会降息幅度会更大，甚至他告诉大家是他明年可能会降更多的幅度的时候，我想这个殖利率才有更多的一个消耗的空间，还是往下，但取决于联准会的未来降息的频率跟幅度。那美债殖利率还会回落，这就代表了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那这边想要请教首席，对于想要参与美债降息行情的投资人，您认为要怎么布局？整体来说会比较好？我会比较关键是在殖利率曲线的一个变化。为什么这样提？殖利率曲线代表的是整个美债利率从短天期到长天期的影响。短天期当然更多是着重在所谓的短天期的一个循环性影响，所以它对于降息的影响就比较大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在降息过程中，其实这短利率就下的幅度会比较多一点。但长天期呢，它可能需要考虑不只是降息，它可能需要考虑长期的因素。所以在它的一个长债利率里面，它可能隐含的就是除了降息之外，还有整个这财政政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我财政赤字未来会慢慢的一个变高的情况下，这个长天期利率一样在往下走的过程中，长天期就不会走的这么多。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殖利率曲线是一个负斜率，长的比较低，短的比较高。未来在降息的过程中，这个殖利率曲线可能慢慢的会回来到0，甚至于这些会回来到正，也就是长期利率可能就不会下来这么多。所以这个会影响到说我们在做整个债券的布局上来讲，可能还是会以一个中天期的角度会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它一方面它是享有比较高的利率，二方面它要避免到说因为财政政策的担忧而造成说长利率其实可能下的幅度不会来这么大。前瞻247带你掌握未来7天每天24小时的财经大事。那第一个就要留意的是，我国主计总处明天公布的7月份物价变动的概况报告。暑假来临，推升了娱乐服务价格，还有出国旅游的需求大增，也带动了机票的价格上涨。再加上凯米台风的影响，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连续第3个月高于2%的警戒线。那财政部也会在这个
个星期四公布7月份的进出口数据，预料出口会连续第9个月出现成长，主要反映的是 AI 热潮所带来的帮助。那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要在这个星期分别公布7月份的外贸还有通膨数据，预料会延续出口成长、进口衰退，而 CPI 只有小幅度上涨的态势，再度显示内需疲弱，企业把国内卖不出去的东西销往了国外。另外一件让投资人绷紧神经的事情呢，来自中东的地缘政治。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之后，誓言要报复的伊朗跟以色列正面交锋。全球的市场都很担心，这会演变成中东的全面冲突。多国都纷纷通知公民，尽速的撤离伊朗，还有黎巴嫩等国。那因应中东局势的升级，负责调度美军当地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也已经抵达了中东地区。约旦河西岸托卡瑞姆的车子遭到以色列锁定之后，共有5人死亡，只因为车上载着1名哈马斯的指挥官。同一时间，还有一群记者遭到催泪瓦斯的攻击，因为他们当时正要拍摄遇难的汽车。في حال صارت برجع بقول لك ما قادرين نعمل شيء بس بنتمنى ما يصير لانه هالمره كارثه. انا اوريدي بفكر هاجر يعني بعد صار في حرب ما بحس بتحمل انه ضلني واكيد بفكر هاجر يعني اوريدي من هلا يعني ناطره اخلي الجامعه وضل فير لبنان. 中东局势升温，现在连黎巴嫩的人们都要考虑逃出国。机场出现大批人潮，现在美国、英国都已经呼吁国人立刻离开黎巴嫩。面对伊朗官媒直指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背后有美国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表态希望伊朗可以协助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金新闻张慧姐、谢宏报道。那除了中东之外，台海的情势同样也是全球的关注焦点。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最近就以不久之前播出预告的台剧《零日攻击》作为开场，点出了台湾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了人力短缺，而且没有接受新式的训练。华邮也指出，台湾人对于战争的看法偏向悲观，认为台湾很难打赢中国。那整体而言呢，全民备战的进展似乎是不太顺利。当您遇见解放军，请依照以下指示行动：一、高举双手，展现您没有武装。台剧《零日攻击》预告逼真呈现台海战争若真的开战，国内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凸显国人是否愿意保家卫国的选择。华盛顿邮报引述《零日攻击》剧情，点出台湾年轻人面对战争可能出现悲观的声音。它也可以提醒我们国人要注意到被渗透的问题、心防的问题。如果华盛顿邮报取出那一段，就是他们在前导片里面有一个网红说打也打不赢，干脆投降算了。里面有另外一段是一个年轻人拎着行李往军车跑过去，说我决定留下来。除了年轻人面对战争态度外，外媒还提到台湾军备的不足。首先是台湾服兵役人数不足，今年入伍1年期义务役人数预估从9127人再下修到6936人，且没能接受操作无人机、红准反装甲火箭弹以及刺针飞弹等形式训练。不过专家提醒，不是只有台湾面临少子化造成人力不足问题，其他国家都在想对策。而且国防部曾经对外说明，会建立无人机训练学校，让未来义务役在基础训练上能有新的科目。国防部也回应，国军会依照作战需求为役男编制职务，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操作反装甲武器或无人机，术业有专攻。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的副国安顾问伯明主张，台湾除了要有政治意愿与远见，也该派最优秀军官招募和训练，扎实备战。继续让其邱柏婷采访报道。休息一下，继续进转全球。美国跟俄罗斯日前进行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球，其中有一对被释放回到俄罗斯的夫妻档，他们在斯洛维尼亚从事间谍工作长达10年。夫妻俩为了隐瞒身份，假装他们是来自阿根廷的，导致他们的孩子完全不会说俄文，也不认识俄罗斯总统普丁。直到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小孩子才知道自己是俄罗斯人。
一句西班牙文的晚安让孩子们安心不少。只是身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为何讲出西班牙文？8月2号，美俄进行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俄罗斯囚犯中包含一对伪装是阿根廷移民而住在斯洛维尼亚的间谍夫妻。夫妻俩为俄罗斯在欧洲建立情报网长达10年，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俄罗斯人。下机见到普丁，还问他是谁，普丁才特别用西班牙文打招呼，而把真实身份隐藏得密不透风，特工实力宛如电影。They're not Americans, they're Russian spies. 2010年，美国 FBI 曾揪出10名假扮成美国人的俄罗斯间谍，其中1名调查员把离奇剧情改编成电视剧《冷战谍梦》。If we're leaving, we have to figure out Paige and Henry. Maybe we plan a trip. Tell them right before crossing over, the later the better. 剧中夫妻的孩子也同样毫不知情。克里姆林宫还说，这些特务为国家奉献牺牲，正是特务的运作之道。同样也是特务出身的普丁，其实西班牙文并不好，但他曾卧底在前东德国安部门，会说一口流利德文和英文，对特工囚犯更有着特殊情怀。镜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带您看到前北韩的外交官李义奎，他曾经获得金正恩的表扬。在去年11月，他逃到了南韩之后，成了目前最高阶的脱北者外交官。他接受了路透的专访，他除了重提自己决定要脱北的契机，是不满北韩不让他到墨西哥去就医，而他也分析了北韩的外交政策。曾任北韩驻古巴外交官的李义奎，今年7月对外公开脱北的消息，他变成了自2016年北韩驻英大使泰永浩之后最高层级的脱北外交官。李义奎31号首度接受外媒专访，用他的外交专业看北韩。他认为北韩今后的外交政策会优先摆在俄罗斯、美国还有日本身上。김정은위원장이 그만큼 너무 이제 국제관계나 외교에 대해서 모른다는 거죠. 전략적 판단을 잘 못한다는 거죠. 이번에는 분명 웸성에 힘이 실리고 웸성이 하게 되겠는데 아마 쉽지 않을 거예요, 이번에는. 옛날 1차 때처럼 아무것도 안 주고 4년 동안 말하자면 북한의 손발을 이렇게 묶어놓기가 쉽지 않을 겁니다.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有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曾经在2019年在越南举行峰会，但双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议还提前结束。李义奎认为，当时川金会破局是出在金正恩把外交问题交给没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处理。现在北韩正在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代表北韩不再需要拜托美国解除制裁，就有能力绕过制裁，增加谈判筹码。 카드가 하나 없어졌잖아요. 저서 제재 해제할게. 핵무기 좀 어떻게 해봐. 이런 카드가 없어졌어요. 不过李义奎也谈到，如果川普回国当总统，北韩将有意愿和美国重启核武谈判，显示北韩对美国的态度有可能180度大转弯。他先前受访时曾经表明，北韩不急着修复对中关系，因为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中国都不会放弃北韩。如果北韩能在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让步，就有机会换取来自日本的经济援助，来改善北韩的财政问题。镜新闻张慧姐连线报道。 明天晚上9点半起持续锁定86台金转全球节目，最后带你到智利看沙漠开花的奇景。金转全球，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